下方那些雄寨的壮汉已经是打好了商量，一个个对着云上怒目而视，决心要捍卫海神的荣誉。而敖某此刻也已经是起了狠心，立刻就要让仙蛟兵杀下来，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南海神教。但是变故突生，地面传来少许的震鸣声，那尊2丈高的石像摇摇晃晃，而后便缓缓升空，其上仙光缭绕，神像的额头光芒闪烁，神像之中也传出了淡淡的诵经声。这些异象自然是地底的指道人在搞鬼。霎时间，上方的龙宫来人面面相觑，漫山遍野的凡人教众齐齐叩拜，上到80岁老妪，下到10几岁少女，都露出了无比激动的表情。而敖乙刚要开口，一缕传声抢先入了他的耳中：“义兄，你对龙族现如今的困境了解多少？”敖乙顿时愣在了云上。长寿兄。敖乙立刻看向四周，却是根本寻不到李长寿的身影。他瞧向前面这尊石像，心底更加震惊了。莫非长寿兄还没有成仙，就已经开始走香火成神之路，由神像对我传声？但似乎是看透了敖乙的想法，李长寿的传声中多了一声轻笑：“义兄，暂时不必出声。此事因果曲折，一时半会儿难以解释清楚。我此时就在此地，神像腾空显灵也不过是一些把戏。上次你我相谈，我得知义兄对龙族如今之困境十分忧虑，近来也替义兄思索了少许对策。若义兄信得过我，还请让这些南海龙宫仙蛟兵暂时退去南海，义兄在此稍后片刻，待我显灵做过此庆典，我再与义兄相见，可否？”敖乙的表情略微有少许变化，不动声色地点点头。他刚要御空离开，又听李长寿传声道：“哦，有一件事还请义兄相助。”如此这般如此，李长寿传声言说2句，敖乙很快点点头。敖乙一声轻喝，空中却响起了一声龙吟，霎时间霞光遍布，云雾丛生。敖乙现出自己的100丈龙身，对着海神像点了点龙手，修长的身形轻轻摇晃，飞去空中，场面霎时壮观。下方的那群雄寨的壮汉以及此地教众眼睛都看直了。青龙在高空盘旋2周，缓缓飞回众仙蛟兵的面前，化身那翩翩少年。二哥！敖某挽起袖子，立刻迎了上来。二哥，我已经差人回去调兵，咱们今天就踏平这南海神教，把他们这里的南海海神庙都给他砸了。不可。敖乙皱了一下眉头。此事交由我来处置，你且带兵回海面之上，不可伤及凡人，增添业障。敖某眉头微皱。二哥，咱们这个家伙凑近敖乙，低头嘀咕：“咱们这样是不是太丢面啊？”脸面重要还是命重要？敖乙淡然道：“人，我们能不得罪就不得罪。我说的这个字，并非是指生灵。”不是指的生灵，那是人教。敖某面露恍然，瞪了眼那海神神像。二哥，这是……不可多言，先去吧，此事我会处置妥当。敖乙抬手拍了拍敖某的胳膊。稍后若有机会，我自会为你介绍一位妙人。敖某顿时心领神会。我懂了。二哥，你在这里忙，汉指仙子那边我会解释说你在此地有正事儿，稍后我也带个妙人啊，不，我带2个。言罢，敖某挤眉弄眼，随后哈哈大笑，大袖一挥，气势十足的道了一句撤兵。众仙蛟兵带好伤员，这朵黑云也立刻朝着南海飞去。敖乙驾云飞往不远处的山林，并未多在意这些凡人的叩拜和注视。虽然敖乙能够感觉到自己和敖某的对话出了一些差错，
但他此时也懒得管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敖乙对李长寿所提到的那2句话十分感兴趣。龙族现在如今的困境，这海神教也并非是我立起来的。这2句话，前一句让敖乙完全无法离开此地，想着与李长寿请教此事，看李长寿能否多少给他一些启发。后一句让敖乙顿时念头乱飞。海神教不是长寿兄立的，还能是谁立的？敖乙早知道门、西方、大教、大仙宗各路高手谋划南赡部洲人族香火之事久矣。来的路上，敖乙也听龟仙人说起，这南海神教仅仅是几年的功夫就发展到了小有规模，实属罕见。这背后莫非是有人教高手的谋划？但为何又非要长寿兄出面？林中，敖乙顿时陷入了思索，顺便注视着那边海神显圣的情形。此时敖乙并不知，他已经是陷入了李长寿扔出来的套环。如果想忽悠一个人，说忽悠也不太准确啊，毕竟李长寿也是一个正经的道门弟子，行正立端，清清白白，除了喜欢藏一点点底牌之外，本性也不是什么大恶人。准确的说法应该是，如果想要拐骗一个人，最先要做什么？第一步，要先让此人对自己说的话感兴趣，留住对方是万事的开头。第2步，李长寿刚才已经进行，就是给敖乙一些暗示，再给敖乙足够的想象空间，让敖乙自己酝酿一下思维。稍后李长寿会根据敖乙的反应选择后续的步骤。按李长寿所著与稳字经并驾齐驱，算是灵娥师妹的教学用书之一，可以称之为小琼峰稳字3宝典的套路论所记内容。接下来的第3步，可以是欲擒故纵，可以是以退为进，也可以是因势利导。总之呢，敖乙选择留在此地，就已经一只脚进入了泥潭。李长寿推算了一下，自己能够度过此劫的概率又提高了2-3分。稳住敖乙，接下来就是要好好的收拾收拾这个熊寨了。神像从空中散发了一阵仙光，而后缓缓落地。下方无论是熊寨的壮汉还是那些教众，都在不断地叩拜着。神像中飞出一道虚影，面容模糊，身形就仿佛像是由光线凝成。这其实是李长寿的一张小底牌，逃跑时专用的飞羽替身法，可以在一瞬间做出3个与自己毫无二致的假身。假身是由仙力凝成，可以在石像中直接凝聚，只是没有想到这门逃生法诀今日被李长寿用在了此地。不过也没事，李长寿有几套完整的逃命之法，遁法只是基础，随机应变的这些小技巧其实也同等重要。这假身缓缓开口，声音传遍山野各处，10数万凡人安静无声，跪伏在地上静静听讲。本作显化真灵性，为尔众人道造化，勤俭友善护老幼，不惧艰难得幸果。今日本作传海神教教义，尔等需时刻谨记，好好做人，顺应天地。当下李长寿将自己这几天听来的海神教教义稍作整理，用3字句简单的说了一遍，掺杂了些许自己的稳字经进去。藏在神像之下的指导人诵读经文时，另一只指导人已经返回此处。李长寿暗中观察了一下熊寨之人的反应，发现绝大部分的熊寨壮汉都是满脸敬畏的跪在地上，但是老村长和几个大神使
此刻却是面色复杂，跪坐在那儿，面露茫然。咋，真的有海神了？这几个人突然听到了一声冷哼，心底得了李长寿另一个指导人的传声。本座当年巡查海中时，被尔等自海底座驾之中捞起，见了本座真容。尔等既知本座为海神，还替本座在南海之地建庙立寺。怎么，本座亲来现身，尔等为何跪而不拜？那老村长皱了皱眉，刚要对几个人打手势暂且磕头，一旁的几个大神使却突然翻起了白眼，身形缓缓躺倒在地上，横七竖八。老村长顿时一惊，李长寿的嗓音钻入老村长的耳中：本座取他们魂魄几日受罚，几日后他们自会醒转，到时你可问他们一问，是否记得什么？其实呢，就是一些软仙散。李长寿增加了些许的分量。老村长哆嗦几下，喉结颤了颤，而李长寿的传音不断地入他耳中，如同魔音一般。当真以为你们身上有几分巫族的血脉，本座就奈何不得你们吗？只不过念在于你们祖上有旧情，对你借我名义敛财之事一直不管不问罢了。你祖上是否传下了训诫，严令你们不可多外出走动，就在那个角落中苟且偷生？是否还传下了训诫，让你们不可多娶外寨女子，女子可招婿而不可外嫁？是否还有对每代一寨之主的特殊训诫，让你们本分做人，不可惹事？而你这些年又做了什么？老村长浑身冷汗涔涔，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，双目之中瞳孔都有些发散。海神真的每一个是否都仿佛如同千斤重担压在了这老村长的背上，让他不断地被压低，不断地被压低。那嗓音再次出现在他心底：你们熊寨可还想继续留存？若不想，我将你们抹除便是，免得给你们祖上抹黑。想。老村长连忙大喊，抬头看脸神像，却刚好看到神像上正讲经的虚影，后者也刚好低垂双眼，低头看了过来。这一瞬，仿佛神像活了过来，那双目之中满是冷意。老村长终归不过是一个凡人，在这一刻，他的心底防线彻底崩溃，他匍匐在地，不断地磕头，涕泗横流。海神，您处罚我就好，是我贪财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我们寨子的人都是听我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的魂魄也过来几日受罚吧。李长寿又一声冷哼，一缕迷药钻入了这老村长的鼻尖，这老人瞬间扑倒在地。刚好刚刚讲完教义的海神身影在神像上缓缓消散，一缕传声钻入了其余熊寨之人的心底。庆典继续，维护好此地秩序，莫要有人受伤。大祭司贪财久矣，但所幸未铸成大错。今日本座略施惩戒，待他魂魄回去受罚，几日后他便可苏醒。既尊本海神，你们今后也当明造化众生，开悟愚昧之理，莫要做肮脏苟且之事，肩负起神使之责，护好各位教众。这声音渐渐落下，
连带着神像之上的光芒同时消散。那群雄宅的壮汉浑身抖了抖，看向神像脚下歪七竖八躺着的大祭司和大神时，一时之间不敢上前搀扶。果然呐，村长贪财太过分了，遭海神惩处了。不少教众见状也是纷纷欢呼，高颂海神英明。海神庆典继续进行，众教们空前激动，轮流向前为海神上香祈福。李长寿掐指一算，自己的香火功德在飞速的猛窜。敖乙盘坐在林间的空地上，静静思量着。刚听到了海神教教义，心底对长寿兄又多了几分钦佩。不远处，10余万人族继续庆祝。敖乙注视着那里升腾而起的功德云雾，目光中流露着少许的羡慕。曾几何时，龙族也曾这般呐。义兄，侧旁传来人声，敖乙连忙起身看去，却见一位中年道者漫步而来。这位道者笑了笑，念了一句上次2个人见面时曾经读过的诗词。敖乙也看出了他身上施展着障眼法，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。敖乙仔细感应，这道者还是反虚境8阶的修为，身份已经是确认无疑，人教渡仙门弟子李长寿。李长寿行礼，让义兄见笑了。长寿兄言重。敖乙抱拳行礼，与李长寿一同漫步。而李长寿此时已经观察到了敖乙的反应，得出了少许结论，知晓自己接下来该选择哪一个第3步。李长寿看着敖乙，在2个人的身周布置了一层简单的隔音结界，正色道：义兄觉得这南海神教如何？敖乙缓缓点头。教义教人行善，并非单纯掠夺香火之教派，意义非凡。李长寿笑了笑，似乎对他的回答早有预料。